好，回到节目现场，产经的热门话题，美国现在对经贸的黑手也要打到我们台湾的企业了吗？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啊？大家都知道，自行车的龙头 Giant 捷安特呢，他们这个美国的海关暨边境保护局CPB 对捷安特寄出了战扣令，指控这个旗下的巨大机械在台湾生产的自行车零件呢涉及强迫劳动人权的一个议题。然后货品全面禁止进入到美国市场，这一刀砍下去也是让巨大的股价重挫。然后现在感觉有点杀鸡儆猴，不只是台湾的其他企业，包含亚洲整个对美国的供应链都开始人人自危了，就怕如果哪些地方没有让美国开心，是不是就忽然被灌了一个莫须有的名堂，然后就被这个禁止啊？那么这是单纯的人权审查吗？还是说是美国打着强迫劳动的一个旗号，实际上又是在玩弄过去非常擅长的这个贸易的权术呢？把战扣力当成经济战的武器，明翰哥怎么看这个事件？我们现在谈论这几件事情哦。第一个，美国的海关跟边境保护局最近去说，台湾的巨大，它居然有所谓的一个劳工上面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都非常的一个挣扎为什么呢？第一个 ，WRO 是什么呢 ？WRO 叫战扣令。什么叫战扣令？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们可以说，你这个商品当中，如果是非法生产、非法劳工，或者是有过度的奴役人家，这个通通都是不行的。甚至于有所谓的债务管理，这个通通不行。所以这里面有包括什么马来西亚棕榈油啦，包括韩国等等的，这个我们就不细谈了。但台湾的巨大，再来跟各位谈一次情哦。过去巨大是在台湾发迹，20-30年的过程当中，在中国巨大了之后壮大了，然后他回到台湾来。回到台湾之后，他们就知道了要跟中国来做脱钩，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很多的边缘厂跟协力厂都是机械化的。其实他们人工能够用少就尽量少。但讲句实在话，这2年的巨大其实经营的非常辛苦哦。巨大股价最好的时候是400多块，这2天遭受到这个消息，它股价今天连100块都守不住。但现在麻烦在这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巨大来到这个地方，我认为巨大是敲山震虎。什么叫敲山震虎呢？现在美台的2国的一个谈判正在最后的一个边缘，那再来要进入所谓的深水区。深水区当中很多事情是美国他很需要，可是他又想课税，他到底要怎么做？232条款当中包括了资通讯产品，包括了整个所谓的电机、电脑相关跟整个晶片相关的，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但现在都还没有谈完。那还没有谈完，后面要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先把巨大扣一个罪名。各位，这个罪名好恐怖哦！强迫劳动、债务劳役、扣发工资、过度的一个加班。以我们对于巨大的一个了解，巨大本身具有所谓的极度的一个所谓的资本化。其实巨大会做这些事情吗？我个人是真的很怀疑。但来到这个地方，是你一间台湾的公司去面对的一个美国政府，所以这个不只是已经小虾米对大金鱼了，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去面对你那么大的一个所谓的敌人哦。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都在担心的是说，这个所谓的 WRO 的暂时暂扣令，会不会是美国海关跟边境管理局让整个川普来把整个谈判武器化当中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最后要谈论到的是，现在美国其实海关扣留物已经扣很久喽，有中国的渔船。有南韩的海盐，有多米尼加的一个砂糖等等，但这次去扣到了台湾的自行车，这个是第一次。但我最担心的是，扣巨大的整个自行车只是第一个开始，后面的一个谈判，整个步骤会变困难，是我最担心的。是，透过这份名单其实我们也发现，过去美国用这个 WRO 当武器化，不只是对付。这一次包含中标的有我们这个巨大之外，其实过往对中国、对日本、对韩国、对马来西亚等等都有过这样的做法。那尤其在东北亚，韩国、日本、台湾，这都是你第一岛链的盟友现在对盟友开刀，什么意思？李将军？我骑过捷安特的脚踏车，好骑。如果说你骑过它的竞赛级的脚踏车，它有很多种。对，它有一些这个就是在公园骑的那种，其实非常优雅，也非常好看。那如果说你骑它的那种竞赛级的脚踏车，那一辆很贵可能10几万以上。但你骑得起来的话，那个顺畅度你会觉得自己变成哪吒，你知道哪吒，因为觉得好像2只脚装了风火轮一样。那速度非常快。
我跟各位讲啊，以我这种年纪，我骑捷安特的脚踏车，竞赛骑的，在公路上我时速可以骑到将近40公里，你想吗？它速度就是这么好的一辆脚踏车。当然，美国一定很眼红。我觉得美国这次对巨大做这种动作，很明显就是准备将这个巨大的这个产业脚踏车的企业能够搬回它美国嘛。我们知道美国一直讲说 MAGA 就是很多的产业希望拉回它美国。那现在借着这种手段来打压，其实美国对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会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包括对新疆所谓的太阳能也是借这个理由。是。那试问一下，这次来讲，美国有没有到人家巨大公司现地去看？昨天我看巨大的这个新闻，他发言人他讲说他没有来看，绝对没有啊。你没有来看，你怎么可以说就是血汗工厂、血汗劳工苛刻工人的薪资呢？我觉得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目的他只是想要将这个生产技术搬回到美国去。但是我特别要讲，如果说到美国的话，那个脚踏车成本、工人的成本会更高。我们前一阵子不是在讨论美国的这种 HEB 的那种签证费用要提高到10万吗？为什么印度的这种签证来讲的话，它的工资要比美国的工资平均便宜15%到20%，所以人家美国我企业来讲，我一定要用便宜的劳工嘛。那你今天美国来讲，如果说你硬要将这个搬回去的话，我觉得只有增加自己美国脚踏车行业脚踏车这个车辆的一个成本，那将来这个成本一定会更高，卖的价钱一定会更贵。好，观众朋友再看一下这份名单哦，除了我们台湾的巨大之外，上面的马来西亚棕榈油5年了，禁令还没有撤销，韩国的盐业也是苦苦在证明清白，唯一比较解禁的就是多米尼加的砂糖，但是被爆出背后呢也是跟川普有这个政治的关联啊。那要不要撤你的销，要不要解你的这个死局啊，就是看你后台硬不硬。老话一句啊，你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所以美国又双标了吗？这一次对这么多企业这莫须有的这个罪名指控，到底合不合理？唱这个。我想这是整套的手段。以川普最新的宣布，他是针对于药业又课征了100%关税，而且没有管你是哪个国家，除非你这个药到美国做制造。对，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清楚，关税是川普在总统的格局来对付国家、对付特定的产业的手段，动辄随便他怎么开哈，然后大家再来协商嘛。而我们现在看到，我觉得这次暂扣令很明显的是针对于个别企业。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虽然都是国家当中盐啊、棕榈油，但它基本上它暂扣令都是针对公司。对公司。所以这里头很明显的，就我们过去其实都很清楚知道，美国有非常多的，包括它的反倾销调查，包括301的这个条款的法案，它有非常多的针对产业、针对个别公司量身定制的，随他们所意。所以我觉得现在针对于暂扣令这件事情，就表示说，除了关税这个大产业领域之外，开始针对他们锁定的企业对象，像被巨大被锁定了。都知道他先前都有，我想巨大自己也表示嘛，过去有讲说美国方面有问他们是不是要去移到去制造，那个巨大就完全就直接说不要，对，所以他当然就是被锁定哈。所以至于说美国现在多重的手段，有这些法令，有这些条例给政府跟很多的商务部也好，他们的财税部也好，甚至连他们的国安的部分、国土的部分的这个都可以。在这里头有任何的部分的出招，而现在除了由川普或美国政府的对国家大产业，现在更细密了，透过针对于特定公司用这种暂扣令的方式，可以更琐碎、更细致的进行。也就是说，我没有惹恼你或跟你这个国家产生巨大的碰撞，但我透过扣住你的企业，对你产生警示的兆头。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部分，它最后面的关税谈判，台美的关税谈判当中，可能也是一个威慑力。我想这就是美国现在很细密的，透过关税战为核心当中的各种的法令跟实质的扣押手段，已经是全面进出了。是。好，这个要有川普，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盘算，但是台湾这么多企业，你美国最需要的晶片你不做，然后你去欺负一个自行车业者，什么意思？我看这个按照国际依赖理论来看的话，这个人在屋檐下还不得不低头，因为美国是霸权，它世界超强，很多人大家都要看它。我们看第一个经济，大家都经济都要依赖它。像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在去年2024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台湾是顺差739亿美元，你看那么多，你是不是要赚美国的钱？对，你要做生意要对，
那你就要听美国的，因为不然我不要跟你做生意，我关税给你提高，或者是哪些东西给你限制，或者给你严格的检查，他就可以找出理由了。你不得，因为你没办法，你这个非要依赖它，经济依赖这是个最大的。第二个，我们讲的军事依赖，你军事依赖，你为了区域安全，为了你的这个国防，你都要向他买武器。你买武器一买之后啊，就一直依赖下去了。你要一直延续下去，都是整个是他的系统，后勤保障是他的系统，维修是他的系统，甚至训练都是他的系统，你就会脱离不了他了，你就依赖他，会依赖越来越深。第三个我们讲到的就是国际依赖，你的整个国际的外交，尤其是台湾这个状况，你更要依赖他，他要帮助你守住最后的几个小堡垒了，你还要不要？要，那你很多时候你要听话，还不得不买单。